美国103位国防军事专家及智囊联合声明，期望美国缓和对俄战略，恢复正常双边关系，对俄采取更为宽和的制裁政策，以满足美国对安全的需求。美国国家利益网9月23日的文章指出，美国所沉迷的冷战时期的维稳规则，很显然在当前形势下不再适用。这一建议或说观点，在美国103名专家的公开联合声明中得到体现。这一声明为美国当局做了详细的战略分析，并为其对俄战略指明了道路。专家指出，当前美俄正携手再度朝向紧张的核军备竞赛迈进，而美国对此主要采用的针对性策略，体现在外交发言、规则制裁、公众言论乃至国会决议当中。即使是如此需要全球国家团结以应对的新冠大流行，也没有使各国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以共度难关，反而让全球经济在一系列对峙性质事件中下滑得更快了。在这一场对和平以及人类福祉的巨大挑战中，众人看到的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和剧烈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发出的警告。这些在美俄愈演愈烈的对峙中，影响力并不显著，甚至被忽视。但是无论是众人所面临的生存威胁，还是处理这一系列事件可能耗费的成本，都警示美国必须对当前路线进行仔细冷静的分析，并做出一定改变。作为两个有权且有实力互相摧毁的文明，就美俄两国缺乏有效运营的两国关系而言，所能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使与俄罗斯的交往不能完全建立在其与美国价值走向相符的前提下，但需要认识到的是，这将存在于美国对于基本安全的需要当中。两国恢复正常交往应当是美国当前的头等大事。另外，在战略方向上，美国应当积极履行缓和双边威胁所做出的平衡承诺，还应与俄罗斯保持真诚的战略对话，以解决更深层次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情绪根源。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应坚持与盟国共享的原则，致力于处理美俄之间利益的真正矛盾点，并为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创造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发出的一系列制裁决定，使得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制裁决定及其影响是不可逆的，因此俄罗斯改变行动的动机大大减弱。专家认为，美国应当采取更为明智且灵活的制裁行动，制裁重点应当放在一些能够迅速改变的政策决定上。总而言之，美国多部门多智囊机构的专家都指出，美国对俄战略已经老化，唯有变才能挽救其日益落寞的国际地位。对俄罗斯的政策还是尽可能宽松就宽松。所有人都期望看到一个关系良好互助的美俄关系，不仅仅是美俄关系，这些战略层面的建议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具有借鉴意义。